他是俄罗斯的顶级航空专家，可他也是我国开国元勋的长孙。如今为了回国，竟意外选择放弃在俄罗斯的一切待遇。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？他又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？1998年，为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，中央决定以实地走访的形式拍摄一部关于刘少奇生平事迹的纪录片。当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得知此事后，她突然委托第2编研部副主任黄峥，希望他能带着$500前往俄罗斯，找到一位叫阿廖沙的顶级航空专家，并给他捎句话：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一定要回家看看。而王光美这次邀请的也不是别人，正是刘少奇的长孙。那么刘少奇的外孙为何会居住在俄罗斯呢？故事的源头还要从刘少奇的儿子刘允彬说起。开国元勋刘少奇的亲外孙为何是俄罗斯人？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刘允彬出生于动荡年代，小时候经由他人抚养，13岁时才和父亲待了1年。1939年，刘少奇将刘允彬送往苏联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。刘允彬后来不负所望，成功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。为了学成之后好回国做贡献，他一心扑在苏联的工业技术上面。可后来的一件事却让他改变了想法。1945年8月，美国投放的2颗原子弹让他意识到强国先强军的道理。于是他在1946年考入了莫斯科大学化学系，转入到核研究院中，并在这段时间里结识到了他后来的妻子苏联女孩马拉·费多托娃。2人婚后生下1儿1女，儿子便是前面提到的阿廖沙。1956年，刘允彬学成回国，马拉出于职业原因不能跟随，便和孩子留在了苏联。刘允彬归国后不久，中苏关系开始恶化，为了保护孩子不受牵连，他不得不和马拉签订离婚协议。幼时的阿廖沙只能从母亲马拉口中去了解父亲和爷爷的事迹，这让他对亲人和故土产生了无尽的向往。于是在听到奶奶王光美带来的口信后，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阿廖沙作为俄罗斯顶级航空专家，自然看过许多机密文件。按照俄罗斯的宪法规定，必须得退役满3年才能被准许出国。而此时的王光美年岁已高，阿廖沙为了能早日见到奶奶，直接决定向领导辞职。于是经过漫长的等待后，他终于等到了解禁出国的那一天。在2003年4月，阿廖沙和妻子来到了中国，王光美一家实现了世纪团圆。随后，阿廖沙跟着姑姑刘爱琴参观了刘少奇故居和陈列馆。在深入了解了爷爷的一生后，阿廖沙心中萌生出了无限的敬佩之情。阿廖沙自此开始频繁来返中俄2国，为增进2国友谊贡献出诸多力量。2007年，阿廖沙取得了中国永久居住证，定居在了广州番禺。此时的阿廖沙已经越发像个中国人了，他还为自己取了一个东方名字刘维宁。这个名字背后赋予了阿廖沙对中国的深刻情谊，代表着他要坚守爷爷和父亲的遗志，努力维系2方国土的安宁。